程毅，内娱被黑得最惨的人，背后是一条你想不到的产业链。微博有条热评，大概是这么说的：程毅这个人吧，长得也就那样，演技也就那样，不知道怎么就红了，点赞好几万。你刷到这种评论，第一反应是什么？大多数人可能觉得又一个路人的真实想法呗。但我今天想问你一个问题，你怎么确定打出这行字的是个路人？你怎么确定他不是有人发了指令，配了话术，开了工资之后才打出来的？先说结论，我不喜欢兜圈子。程毅可能是当下内娱被系统性攻击最严重的艺人之一。注意，系统性，不是零星的不喜欢，是有组织、有预算、有话术模板、有 KPI 考核的定点清楚。听着夸张？行，4层，从表面到核心，一层一层扒。第一层，你看到的，打开任何一个平台搜程毅，微博、知乎、豆瓣、B 站、抖音，评论区大概率出现4类声音：炒长相，翻来覆去用他6、7年前的旧照片；炒演技，面瘫没层次；炒商务，代言都是微商；炒性格，情商低社恐装的。但稍微理性想想，一个人能同时长得丑、演技差、情商低、商务拉胯，还能在内娱站住脚。琉璃，你说运气好，行；莲花楼，你说剧本好，也行。但底线是最高法参与的法制剧，沉香如屑一人分饰3角，身前是谍战压了5年龄宣传照样上榜，长安24季纯文戏央视8套首播收视破2。古装、现代、仙侠、武侠、谍战、权谋，内娱能做到这种类型跨度的男演员，一只手数得过来。再补个数据，猫眼认证，程毅8部主演作品全网曝光全部破100亿，8部全部过线。截至2025年2月，手握25个代言，雪中飞霜11 9亿，茶百道官宣4天声量断层第1，博熙和首日14小时破6000万。内娱商业价值榜排第6，前面是王一博、肖战、迪丽热巴、赵露思、杨幂，排他后面的人没被黑成他这样。数据摆在这儿，舆论风向却完全是另一个故事。为什么对不上？因为你看到的那些骂声，很多不是自然生长的。第2层，媒体没告诉你的。2025年10月，封面新闻派记者卧底进了黑水军控评群。这篇报道我反复读了好几遍，关键信息一条一条拎。第一，群里长期被定点攻击的艺人是程毅和王一博，长期定点意味着有人在按月付费持续下单。第二，黑水军不自己出手，他们混进某个明星的粉丝群当大粉，把其他艺人描述成对家，只要对家倒下了，我们哥哥就能一直红，用这种话术洗脑普通粉丝去冲、去骂、去控评。粉丝以为自己在保护偶像，其实就是炮灰，冲在前面被封号被告的是粉丝，黑水军坐后面数钱。第三，钱从哪来？2条路，黑公关费，某些工作室通过黑公关下单打击对手，黑流量分成，把造谣帖推上热搜赚平台分成，一鱼两吃。第四，最让我震惊的，部分充当打手的粉丝是未成年人，10几岁的孩子，放学后跑到网上替哥哥骂人，不知道背后有人在拿他们的行为变现。还有批皮，有人换成一头像，取侮辱性昵称，跑到其他演员评论区辱骂，截图一传，全网都说程毅粉丝素质就这样。知乎有人扒出一个嚎叫我要进基隆，正常粉丝会取这种侮辱偶像的名字，但大多数路人不会去核实，看到头像昵称3秒钟就下判断了。职业黑粉要的就是这3秒，而且他们还组建专门的群唱双簧，一个号假装粉丝骂人，另一个号假装受害者截图，完成整套证据链制造。人民日报2020年就列过直黑8大套路：压红热搜、买黑词条、编造词条图广场、多号联动洗脑、炮制黑料发帖、捕风捉影造谣、批皮栽赃、组建黑群刷低分。我一条一条对了，程毅8条全中，1条不落，而且还多了1条线下暴力。
2026年1月14日凌晨，有人潜入诚毅车辆停放区域，大面积喷洒红漆，引擎盖上写了恶毒诅咒。嫌疑人长期通过非法渠道获取他的身份证号、航班和酒店信息，价格从几十到上千元。这已经是工作室第5次因攻击事件盖公章启动法律程序。嫌疑人在派出所里大声叫嚣：“有本事你去告我！”从键盘攻击到线下喷漆跟踪，这中间的距离比所有人以为的都短。当一个人在网上被长期去人性化，他在某些极端个体眼里就不再是活生生的人了。第3层，为什么是诚意？想了好几天，总结3个原因。第一，太干净了。出道15年，没有绯闻，没有塌房，不炒 CP， 不上综艺搞花边。琉璃之前熬了整整10年演配角，30岁才被看见。你挖不出真实黑料怎么办？那就造，翻旧照全网传，截综艺片段说情商低，断章取义流水线生产。第二，没有强大的反黑体系，没有专业公关危机团队，没有营销号矩阵。粉丝 87% 以上是25岁以上的上班族宝妈，没时间天天兑现。黑诚意成本极低，收益极高，零风险高回报，谁不选它？第三，利益。诚意站稳一线后，抢了剧本、平台 S 级项目、品牌代言。内娱零和博弈，你多吃一口，别人就少一口。黑诚意不是情绪行为，是商业行为，有人花钱，有人执行，有人获利。三者叠加，诚意就成了黑圈顶流。第4层，诚意的应对以及它意味着什么。它不是不反击。2023年起诉黑粉名誉权，胜诉了，对方发了一封打印的道歉信，连手签都没有。2026年喷漆事件也走了法律程序，胜诉后的全部赔偿捐给了法律援助基金会，维权不是为了钱，是为了划线。但这条线一次又一次被踩。公共层面，他选择低头做事。你骂我丑，我去拍戏。你说演技不行，我1年交3部作品。拍摄行程几乎不停，莲花楼接英雄志，接天地剑心，接富山海，接长安24季，接两京15日。中间还因密集打戏旧伤复发，被担架抬出片场。琉璃薇娅撞墙腰部永久损伤，莲花楼道具误伤眼角至今有疤。两京15日薇娅故障后脑着地，一个所谓的流量明星拿命在拍戏。这种沉默是反击不完美，你不说话，信息差就由对方来填，路人看到的全是黑料。但反击是无底洞，你澄清一条谣言，对方明天编10条新的，你的每一次反应都在给系统喂流量。所以他选了最笨但可能最扎实的路，用作品说话，赌时间。几个补充事实。他的唯粉比例高达 95%， 商业价值全靠个人认可度撑起来，不靠 CP 捆绑。合作过的导演制片群演评价出奇一致，谦虚、敬业、有艺德。狗仔蹲了好几天拍到的最大爆料，超市买了2袋零食。杀青后的日常是回湖南老家钓鱼买菜。2023年京津冀水灾捐了50万，平时给乡村教育捐图书设备，从不宣传。跟网上那个丑男情商低的形象，像在说2个完全不同的人。莲花楼 IP 周边销售超4000万，冰箱贴169块抢不到，主题演唱会付费观影109万人次创平台纪录，联名奶茶破1000万杯，还联动扬州做文旅开发。一部剧带动一个城市的旅游，创造这种价值的人，在互联网上的主流形象是已经不行了。这中间的信息差，就是我们今天聊的那个系统制造的。总结4层，表层你看到争议男演员，第2层记者卧底实锤有组织定点攻击，第3层根源是无真实黑料只能造，无反黑体系成本低，利益竞争有人买单。第4层反映的是整个行业缺乏保护好好做事之人的机制，违法成本太低，受害成本太高，这个不等式不解决，下一个诚意还会出现。我的预测，短期黑水军不会消失，因为利益链还在。但中长期，法律、
媒体调查和公众意识会不断压缩它的空间。2025年10月，新反不正当竞争法已经生效，封面新闻的报道已经让产业链曝光在阳光下。诚意赌的是时间，而时间好像正在站到他这边。所以下次你刷到任何一条骂某个明星的评论，不管是不是诚意，先停3秒想一想，这是真实用户的自然反应，还是有人花了钱让你看到的？在这个信息被操纵的时代，保持自己的判断力可能比站队更重要。